现在的 AI 工具越来越发达了，既可以生成内容，又可以好好的生成图片。身为爸爸妈妈的你，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利用 AI 来打造儿童绘本呢？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个专门为儿童绘本打造的 AI 工具，非常的简单使用，只要照着步骤做，一步步的就可以生成一本儿童绘本哦。Let's go！我们的会员频道已经正式启用喽！如果你对 AI 教学内容有兴趣，每个月只要一杯咖啡的钱，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内容。想要更加深入学习，但常常出问题，选择学习 Plus 方案，就有1对1的聊天管道。或是呢，你愿意支持我们，也可以每个月请我喝罐养乐多，让我持续创作更多内容。影片要开始喽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汤。我跟很多人一样的，都曾经想过利用 AI 来打造儿童绘本这件事情。那事实上，我自己也确实曾经尝试过这件事情。但是呢，这个步骤其实蛮繁琐的。第一个要生成故事，第二个角色的定图，你要先把角色呢都确认下来之后，再依照角色去生成每一页的这个内容，最后再把图片跟文字把它做结合起来。其实光是这些步骤，我光是产生20页的儿童绘本内容，大概就花了2到3天的时间。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工具呢，只要让你1天之内，你要打造出20页的儿童绘本内容，完全没有问题，而且还可以打造成有声书哦。往下我们就来进行吧。好，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这个 AI 工具呢，叫做 Read Kit。这个呢，专门就是用来打造儿童绘本所建立的 AI 工具。那之前其实我有尝试过，透过 ChatGPT 去生成一整串的这个故事线。然后再按照故事线去产生分镜的图片需要的 prompt， 然后在一张张图的产生之后，再用其他工具把图片跟文字做结合，然后做成一整个儿童绘本。光是20页，我大概就花了2-3天在建立这些图片，以及呢做整合上。那用这个 Read Kit 呢，我自己试用下来，其实呢它就是把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繁琐的步骤，然后全部把它整合在一起。你只要照着这个网站上给你这个流程，一步一步的往下走，然后大概我觉得1天以内就可以建立完一本这个儿童绘本。往下呢，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来实作给大家看。首先我们先来讲一下价格的部分。这个 Read Kit 呢，它并不是免费的，但是它有免费的试用。给大家看一下呢定价的这个方式。免费版呢，它有1500个积分。那这个是一个怎么概念呢？我自己试了一下，1500积分大约可以打造10到15页的这个儿童绘本。那如果你真的觉得不错的话，那你再去购买更多的积分来使用也是可以的。好，使用的部分呢，要建立一个儿童绘本，我们第一件事情当然是要有主轴嘛。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的话，你就是随便到 ChatGPT 呢先去生成一个故事的主轴，然后看看故事呢是需求哪一类的主题，那多少的中文字以内。基本上第一次的这个描述主轴的部分呢，要在300个中文字以内，等一下后面会看到它有限制。那如果你不想要用简体中文的话，你可以把它改成英文绘本，那可以选择 English， 就在这边右上角可以切换语言。那如果是简体中文呢，如果你想要改成繁体中文的话，其实在后面编辑绘本的时候，你再将这些简体中文然后把它改成繁体中文就好了。这边呢，我们先贴上我们刚在 ChatGPT 呢生成的这个主轴简单的先让它去做生成。登录的方式呢，会是使用 Google 账号登录，登录之后就会有1500个积分可以做使用。你可以看一下右上角这边就显示出来。主题呢在这里，那这边你可以去选择一些故事的项目，比如说7到9岁、9到12岁再来类型可以选择有蛮多的。那像我这种可能算日常生活。好，那故事呢，你要顺序的去阐述呢，还是要倒叙或是插叙法都可以。再来视角部分是要用第3人称去看待这个故事，或是你是作为故事的第1人称视角，然后来撰写这个模式。最后呢，就是儿童绘本的这个图片比例，你是要1:1、16:9，或者是3:4。有3种可以选择。我们可以把故事大概精修一下之后呢，我们用 AI 来生成整个这个故事线。要注意的是呢，所有看到 AI 生成的按钮，通通都会有机会扣你的这个点数。好，这边呢基本的故事线出来了。那像这个是比较简单创建的。那如果你想要建立更多内容的话，你可以到别的 AI 去建立也可以，最多可以容纳到10000字。那创建出来之后呢，你可以先按照你的需求去调整以及修改。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，你这边呢可以让它去提炼角色。什么叫提炼角色呢？不是什么炼金术它其实就是把
这个故事内容里面的角色会帮你呢分析之后判断出有哪些角色，然后后面呢我们就会针对每个角色去建立这个图像。好，我们可以按一下提取角色。那解析角色的部分，你看又耗掉100积分，所以你光是做到这个步骤呢，1500积分就有将近1/4就已经被耗掉了。好，这个故事的角色呢，一共有3个。故事的角色呢少一点比较好，因为免费版的积分，等一下每一个角色都会扣除这个积分来建立图像。好，没问题的话呢，我们就确认角色，然后按下一步。接下来就直接选择这个儿童绘本的这个风格。那它风格有蛮多的，那我们来简单的选一个。好，比如说像这个软铅笔风格好了，这个小朋友其实都还蛮喜欢的。好，我们按下一步。接下来我们就是要针对我们刚刚提取出来的角色，就是一共有3个角色嘛，我们就必须要针对这3个角色呢，个别的去产生代表的图像，以确保这个故事内容的角色一致性。好，我们一个一个按生成。注意到就是只要生成按钮的话，基本上每按一次就会扣除1次积分。那么我刚刚又被扣掉了60。所以呢，生成角色每个是60积分的话，这3个呢要180。好，在这个生成的过程中呢，像是第一次注册使用的人啊，在免费试用的过程中，如果你第一次生成角色，它也会有这种奖励给你，就是获得80的积分，所以其实还不错啊，它就增加你免费的这个使用的额度。每一次生成呢，一共会有4张图让你去选择，你想要哪一张呢作为主要角色，你就按照你自己觉得还不错的那一张去选择就好。选择完之后呢，你以为就这样了吗？它会再去生成一次。你看我刚刚的积分又被它扣掉了一些，所以呢，每一个按钮呢都会扣掉你的积分，那这样呢才是确认完成了一个角色的设定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按下一个，然后一样生成。那在免费账号的权限下呢，你同时间最多可以去生成2张图片。像我这次呢，就是把妈妈跟小女孩同时去做生成。如果你是付费版的话呢，你可以同时操作的生成量呢就会比较多一点。好，我们按照步骤呢，这样就完成了3个角色的图像设定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入下一步。好，你看到这边呢，我已经剩下925积分，而且刚刚已经有增加过80积分咯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一步。这个步骤呢，主要会把刚刚建立起来的这个故事线，把它变成是逐字稿的概念。每一页的文字需要上哪些，然后在这边会帮你分开来。你看我刚刚完成生成字幕，又获得100的积分。好，你可以看这边的字幕的部分呢，帮你编排好有13页的这个内容。那我这次建立起来呢，是用繁体中文提供给我。那我之前不知道为什么我试的时候是简体中文啦。那无论如何呢，如果是简体中文的话，你都可以在这个画面呢就先去做修改，你可以直接在这边调整。调整完之后，然后我们再按下一步就好。再来下一个步骤，在这里呢，它会针对呢每一个场景的这个字幕，然后去产生每一张图片的这个 prompt。 所以我们等到下一个步骤呢，就是要开始建立每一张场景的这个图片。好，进入到这个画面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生成每一页的这个内容。那因为我后面还有这个影片跟配音要示范给大家看，我们减少这个页数，我们只要建立前几页就好，然后后面 P 我们先把它删掉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呢就只制作3页，保留了封面封底是没办法删除了啊，中间故事我们把它变成只有1页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是一页页的去按下生成。那同时间记得呢，免费版的话可以同时间生成2张。那这个时间呢，基本上都还蛮准的。那等一下它图片呢生成完之后，一样会有4张可以让我们去做选择。啊，你看生成这个场景图啊，就是第一次生成它也会给你100的积分。好，生成完之后，这边一样会有1、2、3、4让你做选择。好，像封面我们先随便选一个好了。那它生成用的这个 prompt 呢，其实你可以点击右上角的编辑进来之后，这边有它使用的 prompt。那如果你想要稍微调整或修改的话，都可以按照它这个原本的词，然后去调整你想要的内容，直接输入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3页的这个内容呢，全部都定案了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往下一步来进行。到了这一步，基本上就是已经进入预览的画面了。那你可以针对每一页的这个文字的部分呢，去调整一下它的位置。像比如说像这个，你可以去换一下位置，换到呢比较不会影响内容的地方，然后把它放大或缩小。那甚至呢，可以去调整一下文字的内容。就像我前面讲的，如果这边你有出现简体中文的话，可以去调一下。然后你看一下这个字型呢，它有一些不同的地方，是因为呢，它预设了这个方正楷体简体，然后就只有支援简体字。那如果你想要让它可以繁体也支援的话，可以选一下别的，比如说像是支援黑体，
这个繁体字呢也可以支援，字型的话会比较统一一点。那字色呢跟它的字框呢，你都可以在这边呢自己去做调整。好，调整完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直接先预览看看这个画面的感觉。它会生成一个像是电子书的感觉，你可以在这边直接去做翻页的这个动作。那如果你是要给别人看的话呢，右上角可以按分享，然后它会产生一个连结，你可以复制下来，那就可以贴给别人直接去看这本儿童绘本。那如果你是想要自己保存下来的话呢，右上角这边可以直接呢输出成 PDF。 好，接下来我们最后要示范的呢是这个儿童绘本呢，它还有影像有声书的功能，你可以把它做成呢有动态的这种有声书。虽然它讲说是生成视频，就产生成影片啊，这是我觉得有点夸张，它并没有真的说那么的动态，只是会有一些微微的效果，然后加上配音，那看起来我觉得就像是微动态的有声书。好，这个要怎么去做呢？在这个画面的时候呢，每一页你都可以去做配音，以及呢生成这个影片。那我们刚刚做保留一页嘛，一页的这个内容。好，在这一页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点击右边这边有个音频的功能，然后去选择这一个。好，这边可以换配音员，这边你都可以先去试听看看你想要用哪一个。那它有一些男生的、女生的，然后甚至有小朋友的，像这个是小朋友的。那如果你是要一次选择全部的配音员的话呢，你就是不要选择任一个句子，那这边就会变成是更换所有配音演员。接下来就可以一句一句的去产生，先选择你要生成那句的声音的内容，然后按下生成，它就会开始产生这个配音。配音完之后，你就可以先播放听听看。月亮为什么跟着我？没问题的话，你就再接续下一句，然后继续按生成。大概就是像这样的感觉。你可以去选择一个你觉得比较适合用来配这段故事的声音，然后生成完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生成视频，点击右上角这一个。好，影片的名称，然后按下生成。好，这边呢主要就示范到这边了，给大家看几个它官方影片上面的范例。其实它的动画并没有真的很动画，主要还是产生影片而已。好，大概就是像这样子，就是有配音，那画面上有一点点动态闪烁，或者有一些简单的动作，就这样而已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没有非必要性的话，不一定要花那个积分去把它生成影片，然后又配音，可以呢单纯的把它建立成儿童绘本就好。看完上面的介绍之后，你是不是也跃跃欲试了呢？那我自己试用下来，大概就几个问题啦。第一个，没有繁体中文界面，稍微可惜。第二个，因为没有繁体中文界面，所以它也没有专门的繁体中文字型，这个也是蛮可惜的。但是如果你要打造英文有声书的话，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好，再来第三个，在生成图片的时候呢，有时候会遇到需要重试的这个状况。不过如果它是提前扣掉你积分的话，它会知道你的图片没有生成出来，还是会把积分呢再扣还给你。大家呢就赶快去试试看吧。今天的影片我们就分享到这边啊。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如果想要知道更多 AI 相关的教学内容的话，也别忘了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我是阿汤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